原告蓝红女士和孙浩瀚先生之间并不存在感情。法律规定，遗嘱内容必须得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虽然原告和遗嘱人为法定配偶，但是遗嘱人早就已经表现出对这段婚姻的失望。你这句话没有事实依据。有，孙浩瀚先生在结婚后不久就发现原告嫁给自己是因为贪图富贵，于是就对原告产生了厌恶之情。孙先生每日忙于工作，但是连过年都不回家，情愿到弟弟家去和自己的儿子孙然一起过。过年是我们双方共同做的约定。孙然的母亲在除夕之夜去世，所以每年春节我丈夫都要回去陪她。那难道你作为后妈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亲妈。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，一个人把我和我妹妹2个人抚养长大很不容易。我妹妹在我婚后不久就出国读书了，所以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去陪我妈过年，要不然她就只能一个人过。这也是我跟孙浩瀚在婚前就做的约定。平时我们的生活都在一起，但是每逢过年，我们就各回各家，各自陪伴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亲人。被告代理人，这是他们的婚前约定，不能以此来攻击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，更不能据此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。审判长，孙浩瀚先生对原告早有提防，甚至一度怀疑原告之女并非自己亲生，所以在重病之际将所有的遗产交给自己亲弟弟继承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审判长，他这是在诬陷，涉嫌人身攻击。被告代理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。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来没有见过原告，讨论治疗方案都是与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原告丈夫的亲弟弟孙超越先生进行的。所以，所有的治疗方案，包括病历上的签字，都是我的当事人所签。我先生住院以后，你的当事人跟我说，医院建议我和孩子暂时不要去探视，因为我丈夫见到我们可能会激动。之后我们坚持要去探视，他又说我丈夫已经转院，至于转去哪个医院，又坚决不肯告诉我们。这些我都有证据，我们家保姆都可以作证的。你自己也是律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真心想去医院探望你病中的丈夫，那么我的当事人怎么阻碍得了呢？而真实的原因是，你知道你丈夫并不想见你，而且他的家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你之所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，你是因为钱。你在胡扯！我有证据。这儿有2张结婚请柬，第一张是蓝红女士与罗宾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在前。第2张是蓝红女士与孙浩瀚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日期在后。这2张结婚请柬时间只差1个月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决定嫁给后者，一个比你大15岁的男人呢？谁规定了一个人一生只能谈1次恋爱，只能爱1次？我多爱1次就是大逆不道了，就连继承自己合法丈夫的遗产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是哪一朝代的法律啊？我想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，那我再问一遍，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决定不嫁给与自己相恋多年、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大学同学罗宾的呢？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。有关。性格不合。不，是因为罗宾的父母出资为你们购置了婚房，而你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和你母亲的名字，你要霸占别人的房产，目的落空了，你恼羞成怒才火速嫁给了孙浩瀚。你以为男人傻吗？你以为你丈夫会相信你是因为感情而嫁给他吗？你骗得了他一时，你骗不了他一世，所以你不会得逞的。如果所有的遗产都被你继承了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，在这信誓旦旦地争夺遗产？休庭。你有点过分了。我是为了……不管为了什么。出去。孙超越的律师是顾杰和王丽。出去！
你应该明白，顾杰会比何塞更狠。他更了解你的软肋。他那时候是你我的上司，他知道我们俩结婚没有结成，而且后来他参加了你跟孙浩瀚的婚礼。你以为我当初没有嫁给你，是因为房产证上没有我们的名字吗？不管是因为什么，都不重要了。那你也不能侮辱我，尤其不能让何塞侮辱我。罗平，当年我妈被你姐怼得心口疼，在电梯就吃了速效救心丸，这事你记得吧？这件事儿，我们不提了。我要提，为什么不提了？回家之后我就一直劝我妈，我妈直接就跟我翻脸了。罗宾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妈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要求？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她女儿未来的担忧和考虑，你想不到吗？她提出的理由难道就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？是我当初也很反感我妈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不嫁给你，不是因为房产证上不加我们的名字，而是因为你们家的态度。你们家看不起我们家，认定我们庸俗，认定我妈庸俗，我们家庸俗。我本来根本就不介意房产证上有没有我的名字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态度之后，我就介意了。我必须要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，我凭什么不加？我们别再说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要说，你都能当面跟何塞吐槽，凭什么不敢当面跟我说清楚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无话可说？哑口无言，还是觉得我不可理喻？罗宾，我真的是太了解你了。你打从心底就认为，结婚一定是为了真爱，而真爱不应该谈钱。我们家跟你谈钱了，就辱没了婚姻，辱没了真爱，也辱没了你。你多骄傲的一个人啊！你根本不会允许有一个女孩要嫁给你的时候，居然敢跟你提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事儿。我敢保证，你当下就对我非常失望了。因为你失望，所以我也很失望。之后你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们俩也没有正式说分手，就是因为失望。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。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失望。失望，你懂吗？你不能说那个。为什么？你太振振有词了，你的振振有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反感。无论你多占理，就像你刚才对我那样，咄咄逼人，长篇大论，所以别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女人太厉害了，太凶了，太爱钱了，所以才会跟她的小叔子去争财产。那是我应得的，他是我丈夫的遗产，我跟我女儿是法定顺位第一继承人，他弟弟不是。我相信，但是他弟弟有遗嘱，你没有。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。我不相信，我没看见，就算是有，就是假的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会把法庭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，而不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真假上。
你什么意思？无论谁是孙超越的律师，他都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个好妻子。你让你的丈夫失望，以至于他在病重的时候都不愿意见到你，所以他才会立下遗嘱，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亲弟弟。如果你出庭，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你，就像何塞刚才做的那样。就算我不出庭，他们也一样会那么说我的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我会把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。蓝红，我是你的律师，你可以不用出庭，不用面对他们，你应该相信我。